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活动时，由于言行上的过失，对两岸网友的情感造成了伤害，我感到非常的抱歉。政治归政治，偶像归偶像，但我不觉得这样。看到了韩国人很勇敢的走上街，拿手灯一起唱歌。追星文化、迷妹文化，它一直都是非常被贬低、不重视的。是这一次走上了街头，拿回了我们的话语权。在外面抗议的情绪不一定要全部都是愤怒的，也可以是充满着希望。我的本命是金在中，那他以前是东方神起的艺人。我是从14、15岁追，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已经追了差不多20年了。我蹲过很多的坑，但是现在呢，就是主要是追 GOT7 跟 NCT Wish。我现在喜欢的是 Twice、IVE 跟 NewJeans。如果就是金明年或是当地的什么签约公司，就他们自己用。当初东方神起他们解体的时候，其实在韩国的娱乐圈丢下了一个非常震撼的炸弹，因为那个时候的观念就是idol 就是一个产品，分配到的薪水，甚至是放假的权利、休息的权利，都是非常的不平等的。那个时候，所以他们其实很勇敢告娱乐公司，然后为什么想就站出来说捍卫自己当 idol 的人权。SM Entertainment 它其实是韩国就是数一数二的最大的经纪公司，他们在娱乐界里面有非常广、非常深的 connection。当时有一部分的人的声音就是觉得说，万一你告下去后，不管是赢还是输，可能业界都不会允许东方神起的那3位再回去演艺圈，可是他们还是坚持下去。然后这个我觉得蛮感动的，影响到了我。当我自己如果遇到了不是很公平的事情，权益被侵犯到的时候，那我其实也是可以很勇敢的站出来，捍卫自己。Tell the world what Taiwan is fighting for. We may be a small island, we are a small country, but we have big voices. 就是因为追星，把我推到了地缘政治的边陲。就如果没有追星这件事的话，不会对台湾主题意识这么的明确。尤其是如果你的 idol 是外国人的话，你完全可以看到他怎么在政治的角力之间去表态，或者是政治的角力如何在你 idol 呈现的样子后面进行。周子瑜他又只是拿了一个台湾的国旗，因为毕竟他那个时候就16岁，他就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人，那他拿着自己国家的国旗，这很正常啊。就 JYP 他们可能那时候想要闯中，那他们为了平息言论，就逼迫着一个未成年的16岁的小女生，然后当众道歉。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霸凌我记得那时候周子瑜哭，我也自己也哭，就。我现在想起来也是觉得说很委屈。那我可以直接称呼她为国母吗？我在当下看了非常气愤，因为她其实只是做一件所有台湾的人都会做的事情。可是我那时候就隐约感觉说，哇，那我们在隔天的总统选举，应该会有很多人觉醒，就发现说，其实这片土地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就连一个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都会被放大检视到这种程度。王嘉尔，因为他一开始刚出道的时候其实是拿着香港人这个人设在韩国活动，其实他也有吃到这个红利。我觉得我真正开始对他用这字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是我对他很失望，就是2019反送中的时候，他有转发挺港警的贴文，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我唯一可以做到的，可能就是他在团体里面的时候，我不去抵制他，但是他的剩下的 solo 活动，我都没有办法再继续支持下去。
其实我以前是超级死忠的刘德华粉丝，100多部电影我每部都有看。我是北京奥运，刘德华那时候就不经意讲说，哇，中国队在奥运会打败了中国台北，他觉得这个精神怎样很伟大什么之类，看到我就立刻脱粉，对我就再也不迷他了。如果他突然的就是开始也是因为中国之间的压力或什么的，开始就是不敢讲台湾了，甚至就是不顾虑台湾粉丝的感受了，我一定会抗议。而且如果持续下去的话，那我还是会脱粉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尊重的问题。爱，然后就是 New Jeans， 都超可爱的。还有前女友 IU。其实我最早就是喜欢香港的偶像，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我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是，华语文化，尤其是香港的影视明星、歌星，有一种断崖式的下坠，因为他们回归之后的有一些限制，或是没办法像以前那么的自由开放，作品的输出是有一点点落差的。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慢慢的就把我的一些迷偶像的重心移到了像韩国之类的。目前是一个大学老师，会偷偷的在课堂上把我喜欢的偶像隐性的介绍给学生这样。我有一门课是在教同学创意的课程，那这门课会做非常多的活动跟游戏，可是那时候的整个气氛啊，整个大家的一个情况都蛮糟的。就干嘛说，同学，那我们就一首 K-pop 的音乐，用这短短的3分钟、4分钟的时间，然后就很快速而且非常快乐的把这个活动给进行完毕这样子。偶像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我在面对我自己的人生、我的课题、我的工作的时候，我会用像偶像他们的认真的态度去来看待我自己的生活这样、生命这样子。宇佐见林的《燃烧本命》，他在里面就是有说，好爱本命跃动的灵魂，叛了命追上他似的舞动，我的灵魂也是如此可爱。在用尽全力爱他的同时，就是我也会这样用尽全力的爱我自己。所以这个过程有点像是不断在探寻自我，就是偶像它承载了你对美好的想象。追星对我的意义是一种对生活的热情，看着 idol 在舞台上跳舞唱，感觉好像是我自己也是分享了他们达到梦想，还有他们热爱舞台的喜悦。当你们都有相同的这种情感或者是价值的累积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凝聚成一个共同体。这样，即便今天我跟你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只要我知道我们喜欢的是同一个人，或是怎么样的话，那个情感的连接就会变得非常的快速。这样，我对台湾政治开始启蒙其实是太阳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国外，所以我觉得那在我心中种下了一个种子。这个法条如果不够完善的话，那影响到整个台湾国家的运作。因为这个限韩令，那韩国团体是不被允许去中国开演唱会，他们最多就是可能是擦边去香港，或者是去澳门。他们开始慢慢的比较会往台湾来，有一些在台湾的主办方他是有中资背景的，变了说他们会直接把很多的最好的位置把它划成公关票，那些公关票的话就直接打包给中国。一起为双城好、两岸好继续努力，谢谢大家。双城论坛落幕，蒋万安声称乐见上海方规划团客来台北，但追星族群起炸锅，在青鸟集结现场发出怒吼。所以当蒋万安讲出了说要双城论坛，而且他是非常积极的想要推双城论坛，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最后一个稻草，这是一个爆发点。所以那时候就是有慢慢的很多追星人说我们上街吧，我们还是站出来抗议这个。很多人其实从来都没有关注政治的，那这应该算是他们的政治启蒙。因为我觉得政治本来就是我们每个公民所要去注意关心的一个事物，对于追星族的权益，他们站出来发声，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公民示范。追星文化、迷妹文化，它一直都是次文化，而它是非常被贬低、不重视的。这一次走上了街头，拿回了我们的话语权。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身份认同。
而作为台湾的粉丝，我们的身份认同跟台湾息息相关。比较阴柔的力量，我们参与到了这个叙事权之后呢，让台湾的主体意识变得更多元，更接近我们想要它的样子。追星之前我是台湾人，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为了不管是因为偶像他们本身的想法，或者是公司的想法，而去矮化自己是台湾人的身份，因为我们就是台湾人啊。很多人会拿这个去跟中国，比如说国家面前无偶像这件事情来比较，说，那你们是不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小粉红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而是说今天我既有这个身份，但我同时也是台湾人。比方说扮演着妈妈、女儿、上班族什么专业人士的角色，不同的那个角色中，我们就还真的就是台湾人。所以不管做什么，我们还是要以台湾公民的利益为主。我们爱台湾，我们就会选择去捍卫台湾。他们以为我们这些抗议的人都疯了，可是我跟你们讲，我们现在才刚开始。